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去的是大阪的海游馆。So Marco, what did you say this is? 这怎么回事？这也太好笑了吧！对，很可怕耶！看我的头发。这个大阪的海游馆好像是以金沙闻名，所以大家主要是进去里面看金沙，它的吉祥物是金沙。然后你在大阪的这个海游馆外面就可以看到大大的金沙模型喽，让我们看一下吧。耶，大家看到了吗？是超大只的金沙。今天好像有什么活动，所以好多人在这边，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应该是有点像火把表演吗？这次来到大阪，除了家族旅行之外，还想要帮我可爱的侄子小宝过生日，他最喜欢的就是鱼了，所以我们就来到了大阪海游馆，里面有成千上万各种不同种类的鱼，让他看得非常开心哦。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所以呢，他超喜欢鱼的哦，所以我们就是要进去特别的带他去看金沙，还有其他种类的鱼。好，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海游馆里面喽。哦，这里有好多卖娃娃，小朋友应该会疯掉吧？大阪海游馆不只是日本最大的水族馆之一，更是全世界少数能够带你环游整个太平洋火环生态系的地方。整个馆内以螺旋式的动线设计，从最上层往下走，真的好像潜入深海一样诶。有趣的是，我们进到的第一站并不是一个水族箱，而是日本森林展区。这里模拟的是日本山林的环境，有瀑布、溪流，空气也有带一点湿气。整体的氛围很像走进了一座山林之间，蛮放松的。我们现在来到第一站，这一站呢主要是看日本森林里面有的鱼类，所以大部分的场景呢就是会有鸟啊，会有鱼啊出现在同一个鱼缸里面，然后它主要的就是这些鱼类呢就是非常小的，就是比较是溪流里面的鱼，而不是海鱼。我觉得这里最可爱的就是这个亚洲小爪水獭了，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水獭哦。Oh, so cute! Marco, what type of bird is this? Tufted puffins. Ah, it's puffins. I told you it's puffins. But it's a different type. It's tufted. Ah, tufted puffins. 好可爱哦，我的妈 ！So cute. かわいそう哦，原来这种 puffing bird 是在这个叫做 Aleutian Island 的区域，就是靠近就是美洲和亚洲的中间这一群岛里面，所以才会有跟就是冰岛比较像的一种生态环境，好有趣哦。长得好像食人鱼哦，不知道是不是食人鱼。这应该是寻龙鱼的一种吧，也太大只了，好可怕哦！下面还有小小的红鱼，超可爱的。巨骨舌鱼是亚马逊河流域的代表性淡水鱼，它可以长到2公尺以上，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淡水鱼，可以用肺呼吸，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浮出水面换气哦。接着我们来到了南极大陆展区，这里一进来就可以感觉稍微变冷了一点，环境也变成了冰雪和岩石的场景。这里的主角当然就是企鹅啦。海游馆展示的呢是来自南极和南美的几种企鹅，像是国王企鹅、阿德利企鹅，还有体型比较小的巴布亚企鹅哦。它们真的超可爱、超疗愈的啦。
后面这边呢，就是它经过了那个日本溪流的部分之后，就会进到世界各地的水域，然后有从加州的海岸啦，一直到比如说澳洲的大堡礁啊，然后还有其他各种不同地区的海域著名的鱼类或者是就是鲸豚类这样，还蛮有趣的。下来我们就要进到著名的日本濑户内海啦，这个就是大阪自己的海域了，所以应该会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吧，好期待哦！是红鲷吗？它好大只哦，看起来很好吃。它们好大只哦！就在我不小心一转头的时候，金鲨就出现了，它实在太可爱了，而且超级大只。身为一个潜水员，金鲨绝对是最重要想要看的物种之一。能够在这里亲眼看到这么巨大的金鲨，真的是心情也是非常非常激动。这里呢是海游馆最核心的展区——太平洋水槽，水深9公尺，长度34公尺，总水量超过5400立方公尺，是整馆最大的水槽，也是环太平洋海域的缩影。这里同时能够看到多种大型的海洋生物，非常的壮观哦。首先最重要的当然就是镇馆之宝金鲨啦，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类，身长可以达9到12公尺，身上的斑点就像雪花一样独一无二。它嘴大，吸食浮游生物，游速非常的慢，每小时大概只有5公里左右，所以你如果拍到它们优雅的划过，真的是非常的疗愈。另一个令潜水员大声惊呼的呢，当然就是我们的锤头鲨啦。它们的头长成 T 字形，看起来像一把大锤子，是所有鲨鱼里面最容易认出来的种类。这种奇特的头型不只是外观特别，它们也非常非常的实用哦。这样的宽头可以帮助它们侦测水中猎物的电流讯号，也可以增加视野，它们几乎可以看到前后左右所有的方向，扫描能力超级强的。好酷哦，姐姐！这个啥？有耶，有章鱼耶，好可爱哟！小宝，你有没有很开心？你有没有看到好多好多的鱼？下面还有。你喜不喜欢？觉得酷不酷？哦，环车鱼好可爱哦！你知道在神子园岛，对，神子园岛那边可以，就是可以跟锤头鲨一起游泳，但是要潜水。我想要跟金鲨一起游。Oh, what do you think? Do you like the whale shark? Beautiful. Yeah. I really like the dolphins though. The dolphins. Okay. That's cute. 阿姨，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种鱼？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海豚，海豚哦，你跟 Marco 一样，他也喜欢海豚因。为他在这边呢，那个渔港很大，我看他游得好开心哦。对呀、我觉得水族馆里面看到，哇，原来还可以这么开心在那里游。好，体验很好。那妈妈嘞，你比较喜欢哪一只？虎头鲨。虎头鲨？你说的是金鲨吧？对，金鲨还是斗？金鲨不是金鲨不是虎头鲨，就金鲨。金鲨是那只最大只，还有斑点的。然后还有鲨鱼。哦，因为那个鲨鱼小小只，很可爱，大只的很可怕。这只鱼超可爱的，它感觉好像在怀疑人生，还想说我在这里做什么？我是谁？好可爱的。这种小小的鱼好可爱哦！这个好像就是帝王蟹喽，就是它的英文叫做 Japanese Giant Spider Crab， 所以我对这种动物就是没有很喜欢，因为它长得跟蜘蛛真的很像。到了刚刚上面呢，大型的鱼类区，也就是太平洋鱼类区，这附近呢，它会有一个手扶梯可以往下，然后下去之后呢，它会进到一个叫做新月银河之类的地方，然后它这个地方就有很多很多的什么水母，
下一站就是北极圈了。这里还蛮漂亮的耶，上面这是冰块的概念吗？感觉好像就是沉浸在海洋，然后在冰块的下面，你会看到大型的冰山在你的头上那种感觉，好有趣哦，这做的好好哦。我觉得大阪的海游馆非常有 aesthetic 美感，真的是超群的，好厉害哦。大阪海游馆的镇馆之宝，除了金沙之外，当然就是这只超可爱的环斑海豹啦。它是北极海的原住民，身长大约1公尺，圆滚滚、软软胖胖，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样子，根本就是软萌界的王者。别看它长得呆萌，其实呢，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哦，因为它是北极熊的最爱，也就是北极熊的主食，随时都必须要提高警觉。它们会在冰层下打呼吸洞，一边游泳一边观察周围，身手超级灵活的。在这里你会看到它转圈、打滑，还会摆出一脸无辜的样子，真的是天然疗愈系代表。这个区域还蛮有趣的，就是他有在介绍说，就是这些动物在水族馆里面，他们真的开心吗？根据科学证据去了解说动物是否健康、开心和舒服，他们有给了一些例子，比如说，他们认为就是像这个海狮呢，他们就喜欢就是有比较宽广的地方可以睡觉，不会卡在一起，所以他们就扩张了陆地的范围。就是扩张了，就是这个有漂浮的板块的地方，让他们可以好好的休息。然后他们也会做一些体型的检查，来确认他们是否适合生育，以及做卡路里的调整，这样子，这是蛮有趣的。这边也有大量的介绍，就是关于北极海冰的融化啊，还有就是全球暖化的现象。然后可以看到水循环和洋流的关系，就是蛮有教学意义的。那你赶快跳企鹅舞。怎么样，姐姐？你觉得大阪海游馆是否很适合亲子旅行？真的哦，对，我觉得很浪漫。我觉得那个金沙那边真的太梦幻了。真的是，因为我们老人都会觉得蛮好玩的。是吧？是吧？蛮好玩的哦。因为我有跟一只海狮，它跟我玩，它会跟我说，它会拍手，我就拍到一起。好，太可爱了。becomes art. 花や草木などの植物が作品の一部となっています。逛完了著名的大阪海游馆之后，我们来到了大阪长居植物园。这里到了晚上就会化身成 TeamLab Botanical Garden Osaka， 把整个植物园变成一座户外数位艺术博物馆。发光装置会随着风和人的移动变化，就像走进一座会互动的光之森林一样。你要看什么？姐姐，这个音乐非常非常的有感性的意味，对不对？我觉得是灵魂升华。讲得这么夸张，忘了自己生日牌子。什么鬼？妈妈，怎么样？你觉得这个体验如何？我不知道体验，我只知道好冷哦，还没有真正的看到那种很有趣的东西。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哇，这里好漂亮哦！对啊。然后下来走向。好，1、2、3，推。哎，它有变颜色吗？哎，它有变呢！你再推一次。哦，还有变颜色哎，好酷哦！可以变颜色耶！哎，里面好像有一只鹅的感觉。要帮你看婆婆一下。宝宝这边有路标。
So Marco, what did you say this is? 是你说这个画像是什么？像反骨哦，是哎，很像反骨呢。所以各位同学呢，这个呢是一个很有趣的互动型画作，是跟谁互动？是跟大自然。它现在的这些线条图都是依照现在空气流动的风向去做设计的，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周围的树木、周围的花啊，或者是植物跟着风移动，然后它的画同样也跟着移动，是让这个艺术跟自然做一个互动。哎，学会钱呢？ Where are they? I don't know. 这怎么回事？这也太好笑了吧！哎，很可怕耶！要我的头发，拍一张，为什么？谢谢大家看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欢迎留言、分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谢谢你，我们下次影片见啦！